未来世界人类将不会再有愤怒的情绪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和解棒，只要来个对嘴杀，就算杀人的心都有了，也会秒变小奶狗。俗话说，胖虎胸前握拳，不是要杀人，就是在杀人的路上。小福吓得比帕金森还要抖，只敢在远处观望。岂料大雄今天出门没戴眼镜，竟主动跑到胖虎面前送人头，不仅无视了胖虎如墓地一样死寂的黑脸，还问他幸福吗？胖虎表示我不幸福，我姓虎，吃人的那个虎，今天要把你给打成浆糊。好家伙，只见过锤出一个包的，没想到还能锤出包中包的。大雄觉得自己被揍比斗鹅还要冤百倍，小多拉只好拿出一根和解棒，要当场表演什么叫最佳损友。他跟老妈表示，大雄说你又老又抠，关键还胖。好家伙，一次爆了3个雷点，大雄不被揍成妙龄男尸都说不过去。关键时刻，小多拉一招对嘴杀，就让老妈放下了仇恨。这也正是未来世界人类不会暴怒的原因，因为所有愤怒情绪都被扼杀在了摇篮中。此时的胖虎正愁无处施展一拳超人的威力，就看到大雄拎个风车要前来白给。大雄他跑，胖虎他追，胖虎拎起大雄，直接把脸对到了他面前。眼看自己要被捏成酱爆鸡排，大雄终于出手了。下一秒，胖虎秒变小奶狗，决定暂时不吃荤。这下大雄高兴极了，非但不再惧怕虎威，反而当起了小跟班。胖虎不开心了，对一下。胖虎要当拦路打劫的汉子，大雄就会主动吸引仇恨，接着再对一下。只要有胖虎出没的地方，就会有对嘴杀的大雄存在。胖虎总觉得怪怪的，但又说不出哪里怪。眼看胖虎脸色要杀人，后面还跟着个废柴战五渣。护肤宝镜香原地上线，让大雄远离胖虎，珍爱生命。岂料大雄竟要给静香原地整活。只见小夫看到胖虎一个转身就要直接开溜，岂料胖虎竟对小夫戴了30年的刘海有所不满，袖子一撸就要变身一拳超人。要不是大雄手速比较快，估计小夫半条命就要没了。岂料他不仅不感谢，还大白天打劫抢了大雄的道具，接着一招对嘴杀，成功把别人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私有物。听说道具被抢，小多拉整个喵都惊呆了，因为自己是靠2手道具出名的，所有道具本身就存在 bug， 也就是说胖虎一直无处发泄的话，怒气值就会达到一个临界值，如果爆发，威力堪比小行星撞地球。然而不知情的小夫此时正在胖虎的怒气值上疯狂蹦迪，一招对脸杀之后对一下，吃完的香蕉皮随手一扔，让胖虎当众出丑后，只需一招对嘴杀，足足对了9980一下后，胖虎终于到了临界值，直接开启了星星眼火车头特效。见此情景，大雄两人惊得说都不会话了，毕竟胖虎现在身处公园，如果此时炸了，可不是一尸几命这么简单。于是两人只能将胖虎原地转移，如果天外有来求，那就用自己的大脸盘来接；如果地上有陷阱，那就用自己肥硕的身躯塞住洞口，充当胖虎的垫脚石。如果有人类低质量司机，大雄就用脸来接脏水。终于在经历了9981难后，3人成功抵达了空地。眼看胖虎4个鼻孔出气，小多拉二话不说祭出科技与狠活，又是冰块风扇，又是山风浇水，可物理降温完全没有效果。岂料小夫此时再次跳出来作死，竟摆出18般武器，生怕胖虎不炸。结果下一秒，只见胖虎散发着圣光，终于炸了。开了护盾的小多拉两人暂时没有死透，可小夫整个人都熟透了。看来气炸了这个词并不是夸张抽象，而是古人根据真实案件总结出来的经验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如果背后有用拳头说话的胖虎围剿堵截，前方还有路障封住去路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大雄一个风骚走位，就想用自己没有的运动神经跑赢这场危机。就在最后1秒，大雄安全进门，可惜动作太大，蓝胖子只听一声巨响，妖兽了，这是跟老妈对着干呢。可被老妈教育，总比被胖虎追上要强。大雄渴望自己变成神行太保，蓝胖子还真有这道具，拿出道口这段套装，只见蓝胖子往地上一放，就开始卖起了队友，把大雄打碎花瓶之事唱了出来。老妈自认脾气暴，但那都事出有因。岂料下一秒，自家里出现了路障，自认大长腿的老妈可不信自己会输在腿上，可显然是低估了社会的险恶。两人决定暂时将老妈封印，然后自己出门去干一番大事业。自家门口是重中之重，其他地方也不能松懈。布置好一切，就等着胖虎前来送人头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本以为胖虎会睚眦必报，岂料胖虎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大雄只好求着胖虎打我，打我。眼看胖虎想息事宁人，大雄只好用狠话刺激胖虎。大猩猩胖虎立马原地上线，按下按钮，却让胖虎也尝试到了社会我熊哥的险恶。胖虎可不会坐以待毙，竟释放远程攻击。可惜啊可惜，大雄可是穿了反伤甲的男人，胖虎再起不能。接着就是笑着激怒旺财，按下按钮，差点把狗子的牙磕掉。岂料大雄有了道具就作死，竟干起了胖虎的老本行。小伙伴们全遭了大雄的黑手，蓝胖子劝大雄适可而止，
可大雄却狠心的对自己的育儿机器人下了手。小老胖虎就发现了此道具的破绽，绕了远道来围堵大雄。此时的小夫正跟老妈吵得不可开交，只因老妈擅自决定了自己的人生。此时的大雄正好逃到小夫家，后有胖虎，先有蓝胖子。既然小夫要跟老妈做个了断，大雄觉得这忙得帮，封锁了大门，还要把整个家都当成最后的堡垒。胖虎堵门叫嚣道：“有本事你出来呀！”小夫妈还不知有家不能回，就看到大雄跟小夫组成了临时同盟。小夫妈告诉小夫，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啊。可大门处的路障却不明白老母亲的苦心，客厅不通，窗口也不通，最后只剩下一条路。没想到小夫家竟有地下室，打开沉重的大门，蓝胖子就是一个冲刺，可下一秒就顶着一张猴屁股脸回来了。少年意气风发，世界不足为惧，既然外患已解决，两人也就没啥可怕的了。但万万没想到，主妇的手段竟如此惨绝人寰，猪牛羊肉小龙虾，1天3顿小烧烤。可陆木掐指一算，大雄两人命中缺串儿，蓝胖子还贴心的放了一盘在旁边，决定以食诱敌。就在大雄还在算计能不能跑赢这盘烧烤时，西路动了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烧烤下面有陷阱。套路这么深，大雄两人还哪敢惦记烧烤？为了分散注意力，两人决定看陆木动漫。岂料陆木动漫竟这些母慈子孝的剧情，小夫本就被感动，老妈还拿着扩音喇叭请求小夫的原谅。小夫虽想原谅，可小孩子也是要面子的，这苦情戏都给蓝胖子看懵了。可小夫妈的剧本还在继续，妈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啊！眼看小夫有所动容，大雄慌了，他慌了。可电视上老母亲说啥话语，小夫妈就一字不差地重复着。大雄希望小夫清醒，可剧情到了高潮，谁能不感同身受？按下按钮，小夫与老妈来了个世纪相拥。两人争吵的原因也浮出水面，不是小夫不爱棉花糖味的巧克力，而是更爱巧克力味的棉花糖。这两种食物有区别吗？反正陆木觉得貌似没差别呀。大雄正面也迎来了终极审判，后方是加起来有500斤的重量级选手，而前方就是放了路障的家门。岂料大雄一个脚滑，遥控器掉了，前方是挡了去路的路障，后方是摩拳霍霍的胖虎。那么大雄这次会被吹出几个包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一场棒球比赛竟打出了18-2这样的被碾压成绩，明明是个团体活动，这锅却得大雄来背。眼看胖虎要对自己大棒出击，大雄嗷的一嗓子撒腿就跑。如果暴力教育管用的话，大雄早就成人上人了。结果两人一个风火轮全部被误伤，大雄只是疼，胖虎则化身大猩猩，把大雄捶得躲在房间里默默哭泣。为了和大雄共进退，蓝胖子准备带大雄集训，可大雄认为错的不是自己，而是胖虎独裁跋扈，恨不得他原地消失。蓝胖子只好拿出独裁者按钮，独裁者顾名思义就是一意孤行之人，如果胆敢有人发出反对的声音，那就让对方毁灭吧。比如这只送上来的蚊子，只需按动按钮，世界上就少了一只蚊子。蓝胖子邪魅一笑，就把世界的命运交到了大雄手上。胖虎虽讨厌，但还没到毁灭的地步。岂料大雄想多了，大雄不想做得太绝，但胖虎就想着让你终身残废。大雄实力不敌，眼看要被一棒送走，大雄心一狠，胖虎原地飞升。留在这个世上的只有他的棒球棒。大雄第一次感受到世界原来可以如此安静。大雄毁灭的不只是胖虎的身躯，还有胖虎在世上存在过的痕迹。静香完全不记得自己的朋友中有胖虎这号人，大雄惊呆了。他找到老师再次确认，可却得到了相同的答案，查无此人。那胖虎的家人是否会记得胖虎呢？显然大雄想多了。胖妹的哥哥只曾出现在画纸上，大雄慌了，他慌了。他试图唤醒大家对胖虎的记忆，却毁了胖妹心中完美哥哥的幻想。与其说是毁灭，不如说是不曾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但大雄对胖虎的记忆却是真实存在的，一起玩耍过，时不时还被凶。虽然消灭了胖虎，但小镇土皇帝从不缺人选，小夫成了第2个胖虎。要接力胖虎用大棒毁灭大雄，胖虎不在江湖好多年，江湖却一直有胖虎的暴行。大雄人狠话不多，让小夫也一同毁灭。岂料叫嚣之人接踵而至，大雄强忍情绪，不去按动手中的按钮。大雄后悔了，可这又不是过家家，消失之人是不会再回来了。大雄想要睡眠麻痹自己，可睡梦中最亲的人却说着最狠的话。大雄说着人类毁灭的梦话，按下了按钮，世界彻底安静了。应该是老妈主场的厨房，水流却肆意流淌，空无一人的街道，无人玩耍的空地，没人响应的门铃。此时的小镇宛如一座死城，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内还摆放着大雄的全家福。大雄彻底慌了，
就因为自己的无心之举就让世界毁灭了。可终究已成定局，大雄已无力回天，那他只好转变心情。没人啰嗦、没人欺负的世界，它不香吗？比如在高速上睡觉，比如建造自己的车站，再比如拥有一整个地球。可终究是一个人的世界，即便肚子饿了想妈妈，也只能一个人扛着。一人扫荡了超市，美食摆满了一桌，实现了饮料自由，也实现了蛋糕自由，吃成了蓝胖子的体型。即便玩上了一整天游戏，也不会有人逼着你学习。但空虚却是挥之不去的阴霾，让大雄怀念以前的生活。那不是一个人的世界，而是一群人的世界。大雄的球技突飞猛进，以为这样就不会被人嫌弃，可嫌弃他的人早已都不在了。一个人返回家中，一个人独占空房。当夜深人静，独自一人怕黑时，却不知能打给谁。这真的是大雄想要的世界吗？大雄渴望消失的人全部回来，或许是听到了大雄的呼唤，蓝胖子出现了。原来这是为了惩罚独裁者的道具。只需按动恢复按钮，世界就再次亮了起来。看着喧闹的城市，大雄终于醒悟了。虽然有时朋友很烦人，但只要自己勤加努力，终将有被认可的一天。那么宝子们觉得这个道具在蓝胖子的百宝袋里能排第几呢？